两人的闲聊啊，战印在厨房里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对于奶奶偏疼着海童，战印早就习以为常。奶奶盼孙女，盼得头发都白了，结果只盼了9个孙子。海童很得奶奶的眼缘，他老人家一开始是把海童当孙女来看待的，后来想到孙女儿是要嫁给别人家的，他老人家就改变主意了，很努力的把海童变成他老人家的孙媳妇，就能一辈子都在他们战家了。战印清洗了碗筷，又把灶台都擦拭了一遍，让灶台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他再用洗洁精清洗了抹布，又再洗几遍手，才从厨房里出来。海童起身去帮他拿了西装外套和领带出来。虽说他还不是很会帮他打领带，但他的主动啊，让战印很受用。洗了碗就能享受到美人恩，战印觉得值。那老太太也很满意海童的举动啊，知道回报给战印，那样战印就会被他吃得死死的。夫妻俩相互付出才能长久，总是让一方付出，一方只顾享受，总有一天付出的一方会心灰意冷。半个小时后啊，那到了店里，店门已经开了，是沈小军开的，不过他并没有搭理海家那些人，除了海老头让海志明进店里给他搬了一张椅子出来坐着，其他人在店门口或站或蹲，等得相当的不耐烦。海志文都不知道抽了多少支烟。他给战少送了匿名信后呢，满以为自己能进入战氏集团的，谁知道没有半点动静。别说是进入战氏集团，连其他小公司他都进不了，没有人肯给他一份工作。除了他失业之外，他们一大家子的这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做生意的全都被对手抢走了生意，亏得裤穿孔。海志文比谁都明白，这是海童背后的靠山搞的鬼。他就怕了，劝得爷爷放下架子，亲自带着他们一行人过来，打算再次和海童讲和。除此之外呢，他们今天过来也是为了海玲和周红林离婚一事说和来的。周母带着一笔钱去医院找到了海老头，请求海家人出面劝一劝海玲不要离婚。海老头见钱眼开，收下了亲家送来的一笔钱，答应下来。于是带着一班儿孙，按照周母的吩咐，先来找这海童，让这么多长辈等着，你好意思呀？海童一下车，海老头就骂了他一句。海童和战印一起扶着健步如飞的老太太进店，就嘴上淡淡的回应，我没让你们在这里等着。战奶奶，这沈小军起身，忙给老太太搬来了一张椅子。他小声的对好友说，彤彤他们来者不善，都在这里等了很长时间，大概是要不到钱不会走的了。海童拍拍他的手，让他宽心。海童，海志明和海志文跟着爷爷进来，就其他人都留在外面。这是你男人啊？海老头打量着战印好一会儿，觉得海童的丈夫比海玲的丈夫好，同时呢又心生不满，2个孙女嫁人时都没有给他们彩礼钱，就这样白养大跟了别人，要是三儿在地下有知，能气死。那父母不在了，他们当爷奶的还在啊，彩礼钱理应给他们当爷奶的呀。可是海玲姐妹俩呢，按着婆家人1分彩礼钱都不给。是你孙女婿怎么样？帅吧？海童走到战印身边，一手搭放在战印的肩膀上，故意问着爷爷，我们夫妻俩很般配吧？他又问老太太，你是？亲家？原来是男方家的人。海老头拿着水烟筒，拿出烟丝，点上抽了2口水烟后，说道，海童嫁人这么大件事，并没有跟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亲家的存在，今天是初次见面。听说海童还没有办婚礼，不知道亲家打算给我们家海童多少彩礼钱，婚房婚车什么的，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海童的爸妈虽不在了，但我们当爷爷奶奶的还在。以前我们是闹得不愉快，却也抹不掉我是他爷爷的事实。你们给海童的彩礼钱应该送到我们那里去。老太太要是一般的豪门老太，听到海老头一见面就提及彩礼钱，早就黑着脸走人。他老人家却笑眯眯地说道，亲家爷爷啊，这个彩礼啊，我们自然少不了的。
不过是给彤彤的，至于彤彤想怎么安排他的彩礼钱，那是他的事，我们就不过问了。意思是这海家想让战家把彩礼送过去，得让海彤同意。这海家人跟海彤交锋数次都败下阵来，想抢海彤的彩礼啊，他们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海彤，你姐姐要离婚。知道从海彤那里要不到彩礼钱的海老头悻悻地换了话题，那这也是他们今天来的主要原因之一。爷爷消息还真是灵通。海彤讽刺着猜到了，可能是周家那边想反悔，然后找上他老家人当说客来了。海玲现在那副样子，离了谁还要她？娃儿都有了。哎，离什么婚？她男人事业有成，天天应酬，常在河边走，湿了湿鞋而已，只要他还知道回家，就睁只眼闭只眼呗。他男人对他做过的事，爷爷也知道了，爷爷也生气。这不啊，带着你的叔伯兄弟们过来，准备去帮你姐撑腰，把他男人训一顿，必要的时候打一顿，他就老实了，以后和你姐姐好好过日子。海彤，你姐现在最听你的话，你听爷爷的劝，好好的劝劝你姐，不要离婚了。人家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是你姐的亲妹妹，你姐要离婚，你也不知道劝着。你姐的男人敢对她家暴，也是欺负她背后没有娘家人。现在我们这些娘家人来给她撑腰了，保证她的男人不敢再欺负她的。海老头说着，又瞟了战印两眼，对海彤说道：海彤，不管我们过去对你们姐妹俩做了什么，我们都还是亲人。你们女孩子嫁了人，娘家若无人撑腰，得被欺负死。得饶人处且饶人，别再针对着你那些堂兄弟们，让他们生意能继续做，班能继续上。海老头是既帮周家说话，又替自己的儿孙求了情。海彤直接指着门口，冷冷的道：爷爷，我店门口在那里，请你起身，转过身出去。我姐的事不用你们管，还有他们来找过我多次，我是怎么说的，他们都清楚。不想真诚的赔礼道歉，却一个劲儿的想让我与你们和解，错的到底是谁？海老头见海彤不听劝，生气的对战印说道：年轻人，你看到了吧，他是不要娘家人撑腰的，你使劲的欺负他，也不用担心我们来找你算账。战印都想把这个老头子扔出去了。哇，没见过这样的爷爷，再不喜欢自家孙女，也不应说这样的话呀。他冷冷的道：我娶老婆是娶回家里疼着宠着的，不是娶回家欺负的。欺负老婆的男人算什么男人？你们是自己走，还是我拿扫把打出去？海彤也被爷爷的话气得很了。这些人总是嘴上说要与他和解，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却没有一点悔意，依旧觉得是他错了，只不过他们认为他背后有靠山，把他们最近的倒霉都归咎到他背后靠山出手整治，才会一次次厚着脸皮找过来。他说了，他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起于微博，也要终结在微博上。只要他们在微博上公开道歉，把安到他姐妹俩身上的罪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就接受和解。哎，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他们都做不到，凭什么让他让步？海志文忙道：海彤，爷爷老糊涂了，说话不中听，你别放在心上。我们今天过来，并不是让你出钱给奶奶治病的，是真心想替你姐教训一下男人的，也劝一劝你姐别离婚，总得为孩子考虑考虑吧。他们欺负你姐，跟我们说一声，我们怎么说都是你们的堂兄弟自己家族里的外嫁女被欺负，我们尚会替她出头呢，更别说你们还是我们亲亲的堂妹。志文，不用跟她说那么多，等她以后被婆家欺负了，有她回来求你们替她撑腰的时候。海老头想着，反正周家人给他的钱，他已经帮老婆子交了医药费，那余下的钱他也存进了他的银行卡里，周家想让他吐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了。周家让他劝一劝海彤，他也劝过了，是海彤不听劝，所以他并不想再留在这里看海彤的脸色。海老头气呼呼地呵斥着两个孙子跟他出去，走走走，都回去，别让人家拿扫把赶我们走。海老头出了店，端着大家长的架势，挥着手让儿孙们全都离开。
白蹲了一个早上。什么事情都没有解决啊？哦，不，老头子收到了周家的一笔钱，那也不是没有收获的。想到老太婆的医药费已经用周家给的那笔钱支付了，暂时不用他们掏钱，海家人便没有再说什么。呼啦啦的来了，又呼啦啦的走了。海童他们的脸皮厚度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沈小军惊叹一句，又问着老太太：战奶奶，你年纪大，你可曾见过那么厚颜无耻的人？没有，老太太说的是实话。她的圈子里那些人都是很讲究面子、有修养的人，像海家人这样的厚颜无耻啊，她第一次见到。亏得海童姐妹俩立得住，才没有被那些极品亲戚拿捏。他们怎么会替周渣渣说话的呀？沈小军好奇地说道：周家给了他们好处。海童冷笑着：我姐跟周红林重新签好了离婚协议书，按照协议离婚。周红林得给我姐100多万，想来是周老太心疼钱吧，才会想到找我老家人来说情。毕竟名义上那一大家子都是她姐妹俩的亲人。不知道周老太给了我爷爷多少钱，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平时算计欺负我姐的时候精明得很，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大概也是急得慌了神。早知道如此，又何必当初呀？战印，没事了，你快去上班。老家人一走，海童就催着他家男人上班去。战印陪着过来，也没有帮到忙。他家海童战斗力强得很，一般情况下都用不到他。某少啊，在老婆的催促下闷闷地离开。回到公司的战印打电话给阿七，等阿七接听电话后，他沉声吩咐阿七，下午你叫大家带上拆家工具，去光明小区帮你们大少奶奶的姐姐搬家啊，拆家。阿七恭敬地应着，好。你别去，海童认得你。阿七，大少爷，我是代驾，也可以接点其他私活的，拆家我也很在行。那么热闹的事情呢，不让他参加，阿七会郁闷死的。战印想了想后就说道，你能编的话，不让海童起疑心，就跟着一起去。阿七马上说道，大少爷放心吧，我也编借口也编了2次，有点经验了，不会让大少奶奶起疑心的。战印默了默，阴森森地说他，我怎么觉得你在影射我编的太多了？给他一个天作胆，他也不敢影射大少爷啊。战印也不会真跟阿七计较啊。很快就挂了电话。那边的阿七在大少爷挂了电话后松一口气，抬手抹了一把额上冒出来的冷汗啊。哇，大冬天的被大少爷阴森森一句话吓出一身冷汗。好在争取到了帮大少奶奶的姐姐拆家的机会。中午的时候，海玲就把儿子送到了店里，让妹妹帮她照看着洋洋。姐，要我陪你去不？海童还担心横生截肢，你公婆估计给了爷爷他们好处。早上他们都来了，跟我说了一堆让我劝你别离婚的话，被我骂走了。海玲把在她怀里睡着的儿子递给妹妹，轻轻地说道，洋洋在来的路上睡着了，他吃过的了，让他睡就行。周红林刚才打电话给我了，按照我们昨天约好的时间地点见面。他大概是说服了他的父母吧。海玲就没有担心过周红林反悔。周红林看重前程，又心急着要和叶佳妮双宿双飞，是不愿意再拖下去的。怕夜长梦多吗？婆婆想让她的老家人出面劝说她别离婚，海玲都想笑，她婆婆竟然能做出这种蠢到家的事，活该吃亏啊。海童抱着睡着的外甥，问着姐姐，姐，你吃过饭了吗？还没有，喂了洋洋后我就过来了。我的东西我也收拾得差不多了。离婚证到手，彤彤姐就得麻烦你开车过去帮姐先搬东西。上午我也去找好了租房，离你家不是很远，交通也很方便，就是还没有搞好卫生，等我办好手续了再慢慢搞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离婚证拿到手，免得再节外生枝啊。姐在我店里吃过饭后略作休息，我送姐去银行等着周红林，我陪着姐等她把钱都转到你名下了，
我再回来。海玲还想拒绝，老太太说道：海玲吧，就让彤彤陪着你吧，你一个人过去吧。我们都不放心，那家人厚颜无耻，谁知道又耍什么花样。老太太又对海彤说：彤彤，等你姐收到了分割的财产后呢，你还是开车送你姐去民政局，防着姓周的那个有些人心狠手辣，要离婚了都还会做出偏激的事情来。你会拳脚功夫，跟着去吧，你放心吧，我们也能放心点。奶奶，我听你的。海彤一直都想陪着姐姐去的，是姐姐不让，现在老太太开口，海玲敬她是长辈，就不再拒绝，顺从老太太的安排。海彤先把外甥放在一张收缩椅上休息，这张椅子拉开就能当成床，收起来就是一张椅子。那沈小军和梁姨进厨房里把做好的饭菜端出来。打扰一下。那突兀的声音响起，就正准备吃饭的几个人望向店门口，看到的是管城酒店大堂经理。邹经理提着打包好的几道菜进来，他把那几道菜放在小餐桌上，笑着对海彤说道：海小姐，我又来了，这是战先生打电话到我们酒店去订好的几道菜，吩咐我给海小姐送过来。他边说着边把那几个快餐盒自袋子里拿出来，一盒一盒的打开摆在桌子上。海彤笑着道谢：麻烦你又跑一趟。不麻烦不麻烦。能为大少爷跑腿，邹经理觉得是他的荣幸，主要是能在大少奶奶面前刷存在感。但凡熟识大少爷的人都知道，大少爷是个性子冷漠的人，但能让大少爷放在心上，必定就是大少爷心尖上的人。大少奶奶做到了这一点，邹经理觉得自己能在大少奶奶面前刷存在感，比讨好大少爷有用多了。那我不打扰海小姐用餐了。邹经理也不敢久留，笑着说，又向老太太点点头，才转身出去。海彤客气地送了他几步，才停下来。然后掏出手机给战印发信息道谢，同时还发了个亲亲的表情包。战印收到老婆发来的信息，莞尔。吃饭的时候，海彤对姐姐说道：姐，我已经跟战印说好了，请他帮忙找10几个粗壮的男人，等会儿就去你家楼下等着。你手续办好了，就帮你搬家拆家呀。海玲笑道：姐正在愁去哪里请人来帮忙拆家呢。老太太本想说拆家，她家那几个孙子都能派上用场的，考虑到今天不是周末，又临近年关，都很忙，老太太才没有把9个孙子集合。既然海彤都跟战印说好了，老太太就不插话了。沈小军插话进来：彤彤，战先生找够人了吗？不够的话，我打电话跟我那些堂兄弟们说一声，请他们过来帮忙。还有，你要不要跟小飞说一声，免得他知道有这种好事不叫他，又得说你了。伤小飞，还是小军够朋友。有好事儿记得他哈。老太太差点被嘴里的那口饭咽死。小军这丫头做肾让商家的小辣椒出场呀。商小飞一来，连他老人家都不能跟着去凑热闹了。还有呢，就战印安排过来的必定是他的保镖团，身为战印第一迷妹的商小飞，可不像海彤认不出保镖团，商小飞能认出来的。到时候可不好收场。好在海彤的话让老太太放下心来。海彤说到这种粗暴的事情就不叫上小飞了，她呢是千金小姐，大概没有见过那种场合，怕吓到她。商小飞，我飞姐什么场面没有见过，我胆子很大的，可惜她家表妹愣是把她排除在外，不让她去凑那个热闹。我想着就10几个人够了吧。海彤这样说就是不想麻烦好友的兄弟们，要动作快速，太慢的话今晚都无法把所有东西拆走。彤彤，咱俩是什么关系啊？你也不用跟我客气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大堂哥，我大堂哥是承包工程的，他的那些工人采购专业。海彤想想也对，就同意了好友的建议。海玲听得感动至极，她是嫁错了郎，好在能够及时止损，离开渣男一家，身边还有亲人朋友给她依靠，她又是幸运的。小军，谢谢你啊。海玲感激的道谢。
沈小军笑道：“海玲姐，我叫你姐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呀。我和彤彤忍那一家子极品也忍很久的了。过去不过是因为海玲还要和周红林过日子，海彤才什么都没有做。如今呢，要离婚了，也就不必克制了。吃饭啊，大家先吃饭。阿印让人送来的菜冷了可不好吃。”老太太招呼着大家先吃饭，饭后略作休息吧。海彤就便载着姐姐出发去周红林指定的那家银行。姐，证件都带齐了吗？都带齐了。海玲又检查了一遍，确定自己都带齐了东西的。海玲的手机响了起来。她看了看来电显示，对妹妹说道：“是我大姑姐打来的，不用理她了。”海彤对周红英最没好感，那简直就是一根搅屎根。出嫁10几年了，还老是回来管着弟弟夫妻俩的事，老在父母面前说弟媳妇的不是，现在好了，如他所愿，把弟弟夫妻俩折腾的离了婚。这种大姑姐，谁遇上了谁倒霉，除非能比周红英更极品的，才能压制住周红英。海彤忍不住笑道：“姐，你说那个姓叶的嫁给周红林后，跟他姐能处得来吗？就能容忍着他爸妈继续帮扶他姐吗？”海玲知道妹妹笑什么，她说道：“管他们能不能相处吧。离了婚，我和周红林没关系了。”顿了顿，她还是说道：“我估计他们会鸡犬不宁啊，那才好，活该。”海彤承认自己此刻心思有点毒，盼着周红林在婚后一家人都过得不好，希望叶佳妮给力一点，能把周家闹得天翻地覆，能把周红英治得死死的。海玲没有接听周红英的电话，周红英改而给海玲发短信，因为微信上那海玲已经把他们都拉黑了，只留着周红林商量离婚之事的。只要离婚证到手，周红林的微信也会被海玲拉进黑名单里躺100年。海玲收到周红英发来的短信，也是看都不看，直接删除了。再把周红英的电话号码呢拉入了黑名单里，不想再接受这个大姑姐的来电以及信息。很快，周红英就不是她的大姑姐了。海彤的手机也响了，她还以为是周家极品见姐姐不接电话，改而从她这里下手呢，一看来电却是她家战先生。海彤按下了免提。老婆。早上醒来，他好像也叫他老婆吧，当时他的注意力重点在那束花上，没什么反应。此刻他清醒得很，听着战印又叫他老婆。海彤飞快地看一眼姐姐，见姐姐没什么反应，他松口气了。可能呢，其他夫妻俩都是叫老公老婆的吧。海彤，战印叫老婆其实也叫的不是很习惯，不过叫过一次后，再叫第2次感觉顺口多了。但等不到老婆的回应，战印以为他不喜欢他叫的太肉麻，自动的切换回称呼名字。你在听吗？我在开车，你说吧，我听着呢。我给你找好了10几个人，跟他们说好了，在光明小区的门口等着啊。你等会儿直接过去就行了呀。好的，我知道了。小军也叫他堂哥安排工人过来帮忙，他大堂哥是承包工程的，他的那些工人够专业，能建楼房也能拆屋。战印沉默了一下，觉得沈小军这是跟他抢功劳，需要更多的人啊，我可以再安排的。除了他日常带着的几名保镖外，他还打电话回老宅，把其他保镖都叫了过来，凑成了18罗汉呢。现在已经够了，这件事得速战速决，免得周红林知道了跑回来闹事。海彤想，等周红林晚上回来后，看到他的房子变回了毛坯房，绝对惊喜的。想到周红林那目瞪口呆的样子，海彤就觉得大快人心，叫他欺负他姐，以为他不还装修费就拿他没办法了吗？那么嚣张的叫他姐有本事就把地板砖都撬走，他们还真有撬走地板砖的本事。这个时候啊，绝对不能让周红林看扁了的。也是，还有需要的打电话给我，我会帮你安排好。海彤笑道：目前不用了，你安心上班，晚上你要是不用应酬，可以过来帮忙啊，我姐租到房子了，我们得帮她收拾一下。
这是把战大少爷当清洁工来使唤的了。哎，某少呢，虽说打小接受过生活自理的教育，却不曾当过清洁工的。被老婆大人使唤，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甘之如饴。好啊，我下班后就过去，你到时候把姐租房的地址发给我，记得做我的饭。战印，谢谢你。海玲向妹夫道谢，要不是有妹妹夫妻俩一直站在他身后支撑着他也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周红林达成共识，和平的离婚的。姐，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海玲还是感激不尽。等挂了电话后，他就老生常谈，彤彤，战印是个很好的男人，你可得好好对他。姐，我耳朵已经起茧了，你饶了我的耳朵吧。每次都说这一句话。海玲也笑了。他这是习惯性使然。那10几分钟后呢，到了周红林说的那家银行门口了。那周红林还有他的父母呢都在，这周红英可能是请不到假吧，没有到场。看到海玲来了，周母像迎新媳妇进门似的，笑眯眯地迎过来。海玲一下车就亲切地拉着海玲的手，说道：海玲，这婚不离了，好不好？过去是妈和你姐做的不好，老是说你的不是，妈保证改。以后你在我们家就是女王，红林要是再敢对你不好，妈打断他的狗腿。海玲呀，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你和红林认识了12年，那过去呢，红林对你如何，你心里也是有数的，你可得三思再三思呀。红林就是被那个姓叶的狐狸精坑了，妈已经勒令他和那个狐狸精断了。你消消气，你还想怎么出气的？跟妈说，妈去替你出气。别气了哈，为了洋洋，你就原谅红林一次吧。咱们不离婚了，不离婚了哈。海玲呢，平静地看着即将成为她前婆婆的女人，平静地道：阿姨，对不起，开弓没有回头箭。在你儿子做出那些事后，就注定了我们的结局。海玲，周母听到海玲叫她阿姨了，眼睛都红了。海玲，你就真的那么狠心要让洋洋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洋洋是我的儿子，我视他如命，就算他跟着我生活是在单亲家庭里，我也能给他健康的关爱，让他健康的成长。你放心，我不会在洋洋面前败坏你们的形象的。不管他和周红林闹成怎么样，周红林都是洋洋的亲爸。海玲呢，不会在儿子面前说周红林的坏话，他们大人的矛盾没必要牵连到孩子啊。海彤，你快劝劝你姐啊，不要离婚了，这离婚的代价实在太大。周母现在是悔得肠子都变青了。她总以为海玲婚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人又变胖变丑了，又有了洋洋，是不敢离婚的。哇，没想到海玲敢离。阿姨，我尊重我姐的选择，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海彤从周母身上看到了后悔，不过他认为周母后悔不是因为他姐坚持要离婚，是他姐要分割走100多万，周母肉疼。不知道周母为了留住要分给他姐的100多万，拿出了多少万给他爷爷当说客，没有个3、5万，估计他爷爷都不会答应的吧。就这家人就是活该。海彤还恶劣地盼着周母去找他爷爷要回钱，然后两家极品来个互撕。他越来越坏了，那他家战先生会嫌弃他不？战印，我不嫌弃，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你。妈，周红林快步走过来，一把拉开了母亲，扭头对父亲说道：爸，你看好我妈。周母甩开他的手，下一刻却掐起他的手臂，边掐边骂：都是你个臭小子，你把好好一个家整得支离破碎的。然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捶打着地面，边哭闹着儿子。那周红林都嫌他妈这样子丢脸，他的脸色很难看，青红一片。周父走过来啊，拉扶着妻子，脸色也是不好看，劝着老妻老婆子别闹了，这件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又对平静地看着这一幕的海玲愧疚地道：海玲，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俩进去办手续吧。海玲没有说什么。
现在他们说什么他都不会放在心上，他只知道他和周红林的婚姻要结束了，他将获得新生嘞。走吧。海玲淡淡的说了句，率先往银行里面走去。周红林交代父亲几句，就赶紧跟上了，边走边问着海玲，那些证据的原件以及你复印出来的都拿过来了吗？放心吧，我海玲说话算数，只要你痛痛快快的，我也不会拖泥带水。周红林略略放下心来。夫妻俩进了银行，很快周父周母也跟着进来了。钱是周红林的，不过银行卡却是在周父的名下，还得周父签字。周母老是暗示丈夫不要签字，尽可能拖着，不过周父没有搭理他。早说了，这件事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再闹下去呢，儿子的前程都没有了。由周父出面亲自操作一番，按着离婚协议说好的数目，往海玲的那张银行卡里转入了118万元。从银行里出来，周父周母仿佛一下子苍老了20岁似的。周红林掏出手机对海玲说道，快过年了，这个月的抚养费就不算了，明年1年的抚养费我现在先转给你，以后呢，每年的元旦我就把洋洋1年的抚养费转给你。说着呢，他通过微信转账36000元给海玲。海玲没想到他这么痛快，一给就是1年的抚养费。这样也好省得离婚后他反悔不肯再给抚养费。多的是男人在离婚时答应的好好的，会给孩子抚养费，转身就翻脸不认账，1分钱都不给的。不给钱养孩子，到老了生活困难需要照顾时，又道德绑架儿女，找媒体找说客要求儿女养他们的，这种人也多了去。周红林是对不起海玲，给抚养费暂时来说比那些宁愿拿钱去养后期的儿女，都不给自己亲生儿女1分钱的男人好太多了。以后你们想看洋洋，打电话给我，我会把洋洋送去你爸妈家里。不过你们要按时把洋洋送回来。这是海玲答应了叶佳妮的，不会利用孩子来破坏叶佳妮和周红林的感情。那尽量呢，在离婚后都不与周红林见面。好，周红林没什么意见。我们现在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我是请假出来的，办完手续得回公司上班。周红林此刻也是心平气和的。海玲回到了妹妹的车，与妹妹一起前往民政局。周红林则载着父母一起尾随着海彤的车子。周母在车上还哭了一会儿，被她老公说了一顿，自知没有回旋余地了，周母把眼泪一抹，对儿子说道，等会儿办好了离婚手续，你让海玲回去收拾好她的东西，搬出去，多1个晚上都不让她住了。我和你爸先回老家也收拾收拾，搬过来和你住。咱们今年就留在市区里过年了，等你姐和姐夫单位放假了，也叫他们一家子过来，大家聚在一起过年。还有，你跟姓叶的说，过年不要回他家了，跟我们一起过年。过年需要1个人做饭。周红林知道自己坚决离婚，又把洋洋的抚养权让出去，让父母心里很难受。现在不管父母提什么要求，他能答应的都答应了。对于让叶佳妮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过年，给他们一家子做饭的事，周红林竟然没有觉得不对。就往年过年的时候，不就是海玲给一家子做饭？在去民政局的路上呢，周红林还接到了叶佳妮的电话。叶佳妮在电话里问他，红林，手续办好了吗？现在我们去民政局的路上还要10分钟的车程才能到民政局，刚刚按他的要求分割了财产。叶佳妮松口气，还好没有再出意外。办好手续后给我发个信息好，佳妮，晚上我去帮你搬东西。周红林心情愉悦地道，打算让海玲搬出去后，他就去接叶佳妮过来。趁父母姐姐一家子还没有住进来，他先和叶佳妮过2人世界，甜蜜甜蜜。叶佳妮甜甜地笑着，好吧。周红林的房子装修得不错，那房子又算得上是学区房。现在房价上涨得厉害，那套房子都值好几百万元了。
叶佳妮早就盼着能住进高档小区，成为那套房子的女主人，马上就要实现了。叶佳妮的心情也很美丽，恨不得快点到下班时间，天快点黑，她就能光明正大的和周红林在一起了。我在开车呢，咱们晚上再聊。周红林也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等周红林挂了电话后，周父沉声问着儿子：“你准备和姓叶的结婚啊？”“爸，我爱佳妮，我和海玲离婚，就是不想让佳妮委屈啊。恢复单身后，我肯定要和佳妮结婚的。到时候，你和我妈选个日子，跟她父母兄长们见见面，大家一起吃顿饭，谈谈她和叶佳妮的婚礼事宜。”周母就说到：“你们俩就去民政局领个结婚证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再办。”“那可不行，我承诺过的啊，要风风光光的娶佳妮进门。女孩子啊，一生中几乎就只能穿一次婚纱，我不能委屈了佳妮。”